这座巨石之城的第一个谜题就藏在城门的朝向之中。每年夏至，第一缕阳光会精准地穿过石卯外城的东门，这是一个特殊的设计吗？石卯古城位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距今4300到3800年，还没有文字，所以叫史前时期。这座壮观宏伟的石头城，矗立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卯之上，总面积4平方公里，夹在奔腾的突尾河和洞川河之间，2条河流最终汇入了黄河。我们在这儿能看到东门，它不是朝向正东的。对，他们当时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从目前我们的认识来看呢，更大的原因可能是由山形、水势造成的。首先看山形呢，黄土高原上最多的地貌就是这种黄土两卯，对吧？山卯啊，像雨脊一样的这种黄土两卯。那这些黄土高原上的两卯的朝向都是西北东南向。两卯和两卯垂直的这个方向就是外城东门的朝向。对，这是很好理解的。就石卯的母亲河、突尾河的朝向，也是和两卯这个朝向一样，会影响到城门布局的。它和两卯刚好是垂直的，它就山形水势结合，会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皇城台的门，还是外城东门的门道的朝向，大部分朝东，但是也偏北，东偏北大概35度左右，不超过35度。它和夏至日出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您认为是巧合？也许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在这里确实也在夏至日左右去看过日出的朝向。到底有没有关系？我想这个很难从实证上去解决它。反而我们要是用我刚才一直在讲的山形水势去说明这个问题，让大家会觉得更实在。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当年的石卯人他们是因地制宜，对，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因素，一点都不否定当时已经有天文地理的知识。也就是说，石卯城在修建的时候呢，当时的设计者一定是有非常深的地理学知识的。石卯城的建设主要是依据了山势的整体走向，充分利用了地形河流的优势，山河巨险，易守难攻。您和4000年前的石卯人仰望同一片星空，现在又站在他们的这个城址之上，东门的构造应该也是费尽了心思的。它有外瓮城、内瓮城、2重瓮城，南墩台、北墩台2座墩台的这种对称式结构，就是双瓮城、双墩台的结构。是因为当时他们面对的环境太恶劣，对，敌人太强大。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把墙做的厚一些、高一些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双瓮城、双墩台的结构？甚至有马面。所以除了自身的防卫和防御之外，它更重要的也就是要体现它的理智性。我必须得这样，才能体现我石卯这个城在整个石卯王国中的地位。我是王城，我不是一般的城，我是有400万平米的城。所以走在这个通道里，其实你说的那种威严是能感受到的。是能感受到。石卯当年外城东门是第一处大规模发掘的遗址，这个遗址当年一出来之后，我们所有的人感到震撼。经过反复的论证地层学里面出的器物的类型学的研究以及碳十四的测定，从现在的考古发现以及我们对整个东亚地区和世界范围里面的古城遗址来看，4000多年前的历史天空下，石卯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
结构最复杂，也是内涵最丰富的一座城址。穿过外城东大门，眼前就是石峁的外城和内城。在内城的中心区域，最高处就是石峁城的核心皇城台。皇城台城门前这块空旷的2000多平方米的区域，是史前时期在中国北方第一次发现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区域——门前广场。广场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上下皇城台的唯一一条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皇城台周边全部都是断崖，只有东侧靠南的这个位置，可以和其他的山梁相通。我们一般把它叫山体的马鞍部位。都城的正门带有广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礼制。这个礼制呢，在石峁皇城台的门正式发掘之前，我们大概能推到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大提前到了公元前2000年以前。它算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门前的一个广场。可以这么解释吧，就是在没有别的考古证据出现之前，目前石峁城皇城台的这一座门前面带有的这个广场，就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没有比它更早的了。如果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话，那它的功能是不是也可以有很强的这个礼仪性？石峁当时的设计者赋予了这个广场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集会，举行一些国家级的重要的活动。毕竟这个空间，它是一个神圣空间，它的礼制性、它的制度性吧，可以一直往下传。我们从明清北京城再反着往前推，能追到这儿。一个广场，让王的威严具象化。石峁开创了一整套影响中国几千年都城规划建设的模板。那除了这个广场的这种一脉相承，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继承？石峁城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它形成了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共同拱卫皇城台的这么一种，直观上看来是3重城垣的结构。就每个圈它都是独立的，但是又有关系的。从中国古代的都城的结构上来看，一般会形成一个共同拱卫中间的宫城的这么一种双重或者多重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和我们看到的都城正门带有广场是一样的，它是一个礼制性，让中间的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更为安全，更为私密。不管是我们的汉代的未央宫而隋唐时期的大明宫也好，这都是有关系的。那能不能说石峁是一个3重城垣的雏形？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讲呢，石峁城现在看到的是最清晰、最完整的一种3重结构，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有几重城垣，这种结构也是有直接影响的，符合我们去做中华文明探源的这么一个初衷和目的。从空中俯视，可以清楚看到皇城台是一处独立的山峁，两边都是深沟，70米高的石墙如龙脊般层叠，整个登台过程可谓穿3门折4弯。首先进入的是外瓮城区域，这道 U 型的石墙连接着南北2座高大的墩台，而在它们中间特意留出了2个窄小的门道，让进入的人必须放缓脚步，穿过外瓮城，来到更严密的内瓮城。3重城垣，拱卫着一个最终的核心，就是王居住的地方——皇城台。想要见到石峁的王，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每一步都充满了机遇与危险。
站到这个位置，一下子就看得很清楚。刚才我们站的那个区域的结构了，它是一个 U 型的。对，你形容的这个结构形容的比较贴切，但更具体的呢，我们叫它一个外瓮城。这个结构呢，和外城东门所看到的外瓮城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是一个折角 U 型的石墙结构。同时呢，在它相对的西侧的位置，也会有一道 L 型的石头墙，组成的一个内瓮城的结构。有了一个 L 型的一个墙体，可以把外来人员进入核心区域的路程延长1半以上，让它有拐来拐去的这么一个感受。但这个感受背后是利于防御的。如果我们站在这道 L 型的城墙的高处，那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区域，不就是尽收眼底吗？用一个形象的一个成语“瓮中之势”，那它的防御功能就大大提高了。出于防御的考虑，首先要延长外来者进入核心区域的距离和时间。另外，增加的拐角和与之呼应的制高点，一方面可以让敌人的进攻行动受阻迟缓，另一方面可以方便掌握来人的动向，随时居高临下发动攻击。内瓮城的结构让守卫者牢牢掌握着攻防的主动权。回字形结构的这么一个绕来绕去的一个很复杂的空间，和内外瓮城所见到的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些墙体的内侧，我们能看到有等距离分布的壁柱槽，就是固定柱子用的。那么有了这些等距离分布且东西对称或者南北对称的这些柱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一个比较复杂的回字形的这么一个结构呢，给它一个合适的一个命名。它应该是登上皇城台的唯一一个通道了，我们把它暂时叫做主门道。这个缺口也是放柱子的位置吗？对，这个位置应该也是一个柱子，因为和它对称的那面墙上也会看到壁柱槽。因为中国古代讲这个建筑格局的时候，壁柱槽是分析它框架结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个主门道它的结构应该是要另行覆顶的，有了顶之后，它就基本形成一个半封闭或者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它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和私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能看出这个区域对皇城台最核心的人物的重要性。后世数千年里各种城防体系的建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石卯城防规划的影响。马面、墩台、瓮城的出现，比我们普遍认为汉代才有的城防设施提早了2000多年。石卯的皇城台拥有内城、外城2重防护。那其实我们看到的石卯城，它的防御体系是非常复杂的。除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城垣结构也好，城外的一些预警设施也好，实际上最为宏大的，我想呢是石卯城周边的很多同时期的其他城址，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它叫做石卯城的卫星城。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为一个城海策略，就是很多很多城共同形成的这么一种防御的一个策略，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石卯城的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拱卫格局。站在皇城台上，石卯王的视野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辽阔。目力所及范围之内，能看到众多的卫星城。星罗棋布的卫星城形成了一张严密的防护网。这个地方叫牛沙堰，在我的东南方向，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就是石卯的东城门。
在我的正前方有一处黄土坡，黄土坡的顶部比较平缓，三面都是悬崖，其中一面非常平整，很可能是人工建筑的痕迹。那么这个位置会不会就是石卯的其中一座卫星城呢？咱俩现在站这个地方应该是长期的雨水冲刷，把这个城墙等于是冲破了，对，形成了一个剖面。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石卯时期的护坡城墙的剖面。山坡的地方，先挖一个半基槽，然后再用石头去包边儿，形成这种在外面看有石面，在城内看是看不到墙的这种状况。整条城墙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制。大部分的城墙是这种护坡性质的，和现代老百姓种地时候砌的护坡墙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因为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石卯时期它是作为城墙存在的，就这个地方是很明显是专门挖了个凹槽，那是最基础的部分，然后再垒墙，等于这个位置是这样，我一直往这个方向延续，还是这样，它都是先挖了凹槽，然后再垒石头，基础稳了，墙才稳嘛。这个城里面捡到的陶片看，不会晚于4000年。石卯外围的这些所谓的卫星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在一个山卯的顶部，用石头圈一圈，大概也就是1-2万平米、2-3万平米，总之呢5万平米以下，大部分是这样的。它和石卯的关系也好，它本身的规模也好，年代也好，应该是石卯城外围的一些卫星城。我们站在它的城墙上，能非常清晰地看到石卯的外城东门、石卯的外城的城墙、石卯的内城东门以及内城的城墙，只有2-3公里，也是目前我们知道的距离石卯遗址最近的一座卫星城。它不是一座城，周围存在着很多单体的防御的城址，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像城海一样的一个战术嘛。别人要来进攻呀，先把周围的这些卫星城你先得搞定，你才能到达石卯城。你到了石卯城之后呢，还有2重城，黄龙台还有高大的城墙，所以那个时候的这种防御功能是非常突出的。根据目前的调查，圈定在石卯所在的土尾河流域，应该是在70-80座卫星城。修建如此复杂的城，不会仅仅只是一个工程上的问题。在墙面的装饰，在墙体的夹缝里，在城墙的下面，隐藏的是石卯人的信仰。这是一个非常惊悚的场面，10几个人头。我们现在叫它人头坑，但实际上它不是个坑。这些人头是在修建城墙或者城门建筑之前铺设的一层地平层，就是基础土里面埋设的。他们是谁？它最大的一个性质或者功能呢，就是在修建大型城址、城墙等等这些建筑之前的奠基活动。统一的埋藏的背景或者埋藏的位置呢，就是在所有的城门和城墙建筑下面的这层基础土或者地平层里面的。根据前期的一些体质人类学的鉴定呢，10几岁左右的20几岁左右的这个以年轻女性为主，4同位素或者 DNA 的一些测试呢，还能观察到，这些人应该不是本地人，可能来自于现在的河北北部一带。所以他们的身份也有可能是俘虏，因为我们看到是非常之残忍的所有的人头几乎都是从他的枕骨部位给切割下来的或者砍下来的。我们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头坑里面有一具10几岁的少女的头颅，用一个小石块塞在她的嘴巴里，可能就是要让她不要喊了。后来我们4000多年之后把它再挖出来的时候，这个小石块还在这位年轻女孩的嘴巴里。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些头骨上面几乎都有一些重器夯砸的痕迹。大部分这样的裂痕应该是当时就夯这个土的时候，去夯砸的时候造成的。它埋在城墙和城门之下，有一定的祭祀作用，祭祀自己的城，希望它稳固嘛。但同样呢，把外族的、把对立方的人砍了脑袋，埋在自己的城门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心理上的威慑，
是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一个做法。一方面是刚才讲是理智，一方面又是野蛮，就好像就是文明和野蛮同时存在。当对立的两种东西无限接近的时候，你是不会找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的。你不能完全说它是野蛮，你也不能说是理智中就没有野蛮了，它都是会有的。考古出土的文物它是有生命力的，4000多年前的那个残忍的瞬间好像就定格在这儿，我们是能观察到。中国的文化样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对玉的崇拜。中国人崇拜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多年前，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历史文化区域。在石峁，玉毫不意外地出现了。这个地方就是藏玉的地方。对，这个位置具体是一件什么玉器？它原始的状态应该是一件高体琮。石峁人是要把一件高体琮切成好多片状的玉片。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和它的用途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玉器绝大部分使用背景是在石头和石头之间的缝里面，就是修建石头墙的时候放进去的，然后不加任何纹饰。所以呢，片状更适合这种用途。这些玉器放进去之后呢，玉不示人了，达到一个藏玉于墙的效果。跟在地下埋葬头颅会是一个性质吗？我个人把这描述成3位一体。就在石峁人比较重要的这些石构建筑的周围呢，会发现，在墙基里会有人的头颅去做奠基。在修建石墙的过程中，会把玉器放进去。在石墙的装饰方面呢，外壁上有大量的石雕，特别是在黄龙台这个位置，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它这个比较重要的建筑去服务的。它是本地的玉吗？还是外来的？石峁的这些玉器绝大部分不是本地的。这些玉器呢，很有可能和西北有关系，就是现在的甘肃、青海一带盛产的这些玉料。我个人观点认为，石峁人、石峁社会使用的玉器，可能和齐家文化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的密切，而有可能就是齐家社会在共赴石峁人使用的玉器。藏玉于墙的文化现象，在内蒙古后城嘴遗址、山西毕村遗址等石城也有发现。从头颅到玉器，石峁人用最极端的方式，为他们的王城注入了2种力量：用恐惧来震慑，用珍宝来通神。而这一切精神上的追求，就雕刻在皇城台高耸的石墙上。这些浮雕、这些图案贯穿了整个南湖墙，从东到西，一共多少组？现在一共出土了大概不到110件，从它的大台基的东南角到西南角，整个130米左右长，都见到了。石峁所发现的这些，它的很多图像本身也不是孤立。这2个对称的图案，我第一感觉就是跟二里头的那个绿松石龙特别像，尤其是那一只，方向都一样。你们是怎么定性？是它把它称为龙吗？还是其他动物？胖头、胖身、曲折的这种身体的构造，确实挺像的。我们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语，神兽。最起码不能在现生的这些动物中找到和它最相像的。它们3个跟刚才那3个好像是布局是一样的，一个正脸在中间，2个侧脸在两边。它一般呢，中间会有一个形象非常威武的一个神人的这么一个形象，是正式的。这一件我们能看到呢，头戴羽冠，
眼眶一圈呢有装饰，嘴巴里面的牙齿我们甚至都能看见，阔嘴，对吧？对，很宽啊，耳朵也很大，两侧的头发啊，这梳起来再往下垂，耳带、耳当。那么这个形象呢，它是重复出现的，我们会认为这个形象就是石卯人心目中的神、英雄、王的形象，啊，也就是他所崇拜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一个布局会让我们立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一个现象——对称，在石卯石雕上都能体现出来。因为这条通道是通往大台基的必经之路嘛。对，人们走在这里的时候，看着当年这个高耸的南湖墙上面的神奇的图案，就是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你看到这些，即使是搁到现在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些图像类雕刻的时候，你对它的这种崇敬之心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这也是一种巩固石卯上层社会的统治也好、治理也好的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所以呢，这堵墙所代表的大台基，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叫纪念碑性质的建筑。它的作用就是要起到让别人看过之后心理上为之一振，他心灵上被征服的那种感觉。想用这些石雕去彰显出这座大台基的非同凡响，是整个石卯社会最为重要的一处空间。墙体藏玉，石上刻形，石卯人显然在用一整套我们尚未完全读懂的语言，构建了极其丰富的信仰与权力的叙事。把它命名成虎石人，我自己的观点觉得，可能要改变一下思路。首先呢，说这个虎石人好像和真正自然界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老虎不可能是把人整个吞进去，这个人是从老虎的嘴巴里生出来的，或者你把它叫虎生人，或者人生于虎。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如果这么去解释的话，这个石雕在黄龙台的大台基顶上的房子里面出土，可能和它的出土背景更贴合，和这个英雄人物的出生的传说可能是有关系。像这样类似的题材，就是人脸和动物形象在一起的有几例？有老虎，有鹰的，也有旁边是人的，都有，相当于浮雕性质的这种表现手法，就这一例子。人脸是比较写实的一种正面的形象，就给人感觉很庄严肃穆，没有那种惊恐的感觉，给人感觉很稳重。但是它这个动物呢，又是通过比较抽象的方式，比较艺术化的一种处理方，它这个图案不写实，有抽象思维才可以做出这种。对，所以石卯人的艺术细胞是很发达的。你像这个在大台基的大建筑的这个宫式建筑的房子里头发现，那不排除它原来就属于庙堂之物，供奉在那儿。在皇城台中心区域里的高等级墓葬区，出土了一件玉制的钺。在中华大地上，5、6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象征礼制的玉钺。这件4000多年前的石卯玉钺有着独特复杂的纹样，似乎在描述石卯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钺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王权的象征，然后这件钺我感觉它的形态还有纹饰上好像又很特殊。这件钺呢，首先大家最关注的是它的纹饰，主体呢是2部分，一部分是上部的鹰，我们能看到一个展翅的鹰的形象是栩栩如生的，下部是一个人面的这么一个造型吧，大家认为可能是鹰绝人首，会这么表述。结合我们在石雕上发现的同一题材的，比如说老虎和人的也有鹰和人的这种关系我个人的感觉，
可能是鹰和这位神或者王者的关系的一个构图。我们认为它应该是王生于鹰。鹰的形象在石峁反复出现，可以证明鹰在石峁人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神圣的。我们经常在讲孤正不正，孤立不立。在石峁遗中发现20几件陶鹰，黄冈滩石雕上也有鹰的形象，所以鹰的形象在石峁的考古遗物中出现的频次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讲，在石峁社会，特别是它的上层社会中，对鹰的认知是比较普遍的。把它再雕刻到玉钺上面，是不是有一种王权神兽一样的这样的感觉？这种纹饰肯定是有它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共同认知的价值存在的。把一个复杂的形象雕刻在王权君权象征的钺上面，当然是和你刚才说的是有关联的。从虎生人到王生于鹰，一套完整的图腾密码，完成了王权的神兽。石峁发现的这些神秘的纹饰与器物，一定是一个长时间、复杂多样的文化互鉴交流的结果。就是说，石峁从各个层面反映了它是一个胸怀天下、兼收并蓄。它吸取了很多其他文化的这个多元的因素。我们陶器上看来的是吧，来自四面八方的；玉器上来自山东的，纹饰图案上来自长江中游的，玉料上有来自甘青的，多元汇聚、兼容并蓄，可能是它的一个特色。这可能也是这个文化能发展到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它得有这样的特质才行。有一个胸怀天下的一个气度，我觉得这是一个石峁体现了文化的一个多元性。它能成为这个黄土高原上一枝独秀，肯定跟它这种气度有关。石峁表现出来的，它是一种就是血性、血气方刚、比较彪悍的一种气度，是吧？你看城池的规模、杀戮奠基，这种我觉得都是符合我们北方的这种性格。2025年10月13日上午，为保护长期受自然侵蚀的石雕，考古人员在对皇城台大台基石雕墙进行科技保护与提取时，意外在墙体下发现2枚断裂玉片。这一发现也预示着皇城台区域可能仍保存着未被完全揭露的礼仪遗存，为进一步解读石峁社会的信仰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神权和王权赋予统治者无上的威严，但一个王国真正运转起来，仅靠信仰够吗？当然不够。那么，石峁的王又是如何维系这个庞大国家的运行呢？这是一个门，下面是个门，在下面是一条路，这样形成这个所谓中轴线呢。通过这条道路系统，是把所有的功能区给它连起来了。那么，这些功能区才从客观上存在了共识性。居住区在哪里？它的墓葬区在哪里？它的祭祀区在哪里？都规划得明明白白。所以这条线就把各个区域完整的连起来了。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是石峁考古这几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基本格局搞清楚了，所以这就彰显了这条中轴线或者叫道路系统的重要性。我们通过这条道路，把目前黄龙台上已知的所有的重要的功能区连起来了，那这就是重要的发现。在这条中轴线的尽头，最重要的王的居所旁边，就是这个庞大国家运行的核心秘密。大量的工具，骨制工具，骨针啊、骨足呀、骨锥呀，还有一些骨制的装饰品。那么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先得想一想这些东西是哪儿制作的，
其实这黄龙台从16年发掘以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命题。首先，这些骨器都是从黄龙台的弃置堆积，就是垃圾堆里面我们过筛筛出来的。垃圾堆在哪个方向？那垃圾堆的朝向，它就是在黄龙台台顶，人不可能从最低处堆几十米厚的垃圾堆到高处嘛。但这个区域就很特殊，发现没有那么多石头，更多的是什么？比较多的骨头。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粗放式的勘探呢，这里的堆积很厚，堆积的灰土里面也包含大量的骨头，动物骨头。再加上呢，这个区域距离黄龙台弃置堆积是最近的，同时呢，距离黄龙台顶上这个用于储水的、生产生活用水的这个池院也是最近的。所以我们初步是认为，咱们现在站的这一块儿，就是数以万计的这么多骨质产品的来源地，也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手工业作坊区。玉器和神面赋予了统治者神性，但神性无法独自运转一个王国。真正的权力来源于对加工技术和经济命脉的绝对掌控，而最不起眼的骨针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太细了！我听说最小的针孔是0.3毫米，对，他们怎么做到的？粗一些的可以达到700微，就0.7毫米。人的头发的直径，一般情况下就是300到500微，这些针孔的直径是很小的。要钻这么一个孔，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达到那么细？铜制的工具是有发现，但一般都是铜锥、铜刀等等，好像也不适合来钻孔。后来我们就反复的实验，用这个特别硬的碎石打下来的石片，用它的锋利的尖角位置，可以达到钻的比较细的这种效果。所以他们是用石器制作出来如此精密的工具。对，现在看来制作这些非常精细的骨针，绝大部分工具应该就是石器啊。从开料到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中所有的骨料啊、成品啊、半成品、废弃的，还有加工工具，全部都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生产链、生产线。制作链的证据都发现了，这足以说明在石峁的黄龙台上存在着一个以制作骨针为主要对象的制骨作坊，而且是非常大型的一个制骨作坊。这意味着，4000多年前，石峁的皇城台上已经存在一个规模化、标准化的王氏手工业工厂。王氏为什么要垄断骨针的生产？这些针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接近17000枚骨针，大小、粗细都不太一样。不同大小、粗细的针是不是代表了不同的使用对象？用途？我们也在和骨针基本同一层位的同时期的这些堆积里面，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峁时期的仿制品。除了生活实用之外，这些数量庞大的骨针一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谁家里能有几百枚针？除非是那些工厂，除非是那些和骨针的制作销售有关的地方。石峁当年这个社会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把骨针作为一种对外去扩散、对外去交流这样一种产品？我想应该是有的。石峁黄龙台上的这处制骨作坊有可能也是这样的性质，它不是
以家庭为单元的这种简单生产，可能就是一个用王权去控制的一个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就这种强大的资源调配的能力，其实也是王权的一种体现。对，有足够的社会调配能力、管理机制控制能力，他才可能使用那么多社会资源，集结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手、手工业高手去做这个事。这些精细的古针，是石卯王权掌控的经济命脉。它已经超出实用的价值，而是可以进行对外扩张的一枚枚无声的筹码。城已经足够震撼，但更让人好奇的是，谁建起了这座城？这应该是一个小羊的半秒或者1/4，就等于放了块肉进来。对，像放了一小块肉在里边。都是名器，都是名器，都是名器。应该就是5件器物是吧？对，跟这个肉一块儿出，看来这个吸食器的确是用来加工肉的，加工或者吃肉，对，是吧？和现在蒙古那个吃肉用的小刀一样，小刀割肉的，切片的。石卯这个墓葬都比较规划规制都比较统一，它在壁龛里放陶器，棺材里面不放陶器，区分的很严格。还是墓葬是有等级的，最高等级的像壁龛殉人啥都有，往下就递减嘛。你像这个的话，极有可能就设一个壁龛就没殉人了。土质已经比较松软了。对，它这应该是淤进去的土。它只要把顶部要分离了，顶部不分离不行。按道理，它盖盖子肯定是一个是要么防止挥发，肯定是有东西在，液体的可能性大一点。可能是奶呀、酒啊什么。宴饮，宴饮仪式，有吃的有喝的。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把这虚土给它一压一下，刷子一刷，给它弄干净了。这再往下大概多深才能到啊？是不是7、80公分？还有70-80公分。那它这壁龛等于位置挺高啊。位置在半中间，这是它特殊的一个葬俗。你看这个盖子底下，它就有那个木头腐朽的那个痕迹。能看来哈。能看来。就是那个对，这能看来。灰啊。对。就是它其实是个木器，它是被压扁了，就压成饼了，叠到一块了。那羊骨底下会不会也有木器？它不可能直接放到这土上。放在什么板上？之前挖过一个，可能下面还有个托盘一样的东西。哎，对。之前发现过有那朽灰的。那一件虽然也是墓葬出的，但是确定它是实用器。对，最接近，只能说最接近。它从体量、器型判断，但是这里头没有使用的痕迹啊，没使用，新鲜的。所以石卯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在也不能完全排除它是不是外头的，来自别人的东西，这是它必备的生活用器啊。它要装粮食，要盛水，要吃饭，要炊煮啊，喝酒都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和它的就量上不匹配的，放在墓葬里，首先变小，第二上面一般比较高等级的墓葬它就会施彩绘，再一个烧的那个工艺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像这一件，火候就很低了，很低，很容易就破碎了，就不实用。就是它和居址中要么就比居址中差，陶质差，要么比居址中更好，这是不太正常的，所以我们判断它应该是明器化的。石卯的基本上在居址和墓葬里的陶器基本上都是对应的。每个墓葬里它都是成组出的吗？现在基本找到规律了，等于是。
像这个河啊，它是成液体的嘛，可能小的是杯子嘛，大的是往里面倒的嘛。它是一组宴饮组合，宴饮有宴有饮，每个墓葬里都有的，好像是这个器型是吧？折间瓶啊，每个都有。最常见，重复率最高就是它，折间瓶就是五件或者6件啊，稳定组合。稳定组合。就透过这些器物，能看见石峁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它的葬仪已经比较成熟了。多学科的手段就是让这群冰冷的东西呢，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个集团要稳固的话，它必须要形成一套制度，生和死嘛，也是维持它这个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要素。生活器具上能看来，从这个龙山时代晚期到夏商，特别是商代，中晚期的时候，北方这个它的文化和人群，包括基因、DNA 的研究，它是没有中断的。反映了石峁呢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阶层化的，具有国家形态的一个王国都邑。关于石峁人是谁这个终极谜题，最严谨的手段就是通过古人类遗传基因检测寻找答案。我们之前的猜测是石峁的贵族，他们的这个基因是有草原民族的血统，但是您的最新研究似乎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石峁这个时期的人群，是更早的人群延续下来的呢。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它的高等级的这个墓葬有墓葬的这个人群，还是殉葬的这些人，主体的都是跟1000多年前跟黄河流域相关的人群有关的，只有少量的、非常少量的个体才会跟东部的草原人群有联系，但那个是极少数的，它对当地的人群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石峁的位置比较偏北一点，可能会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他们的主体人群依然是黄河流域的人群。对，这才是最关键的，这个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石峁人他并不是一个突然从外来进来的，他其实在1000多年到他自己这个时间阶段，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遗传成分都是东亚相关的人群成分，而且是北方的。所以石峁的王权并非建立在外来征服的基础上，而是本土社会的自我演化和复杂化。我们会发现，是墓主人之间它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亲缘关系联系，而且这种亲缘关系联系呢，主要是通过父亲，也就是父系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而墓主人跟血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从亲缘关系的角度，墓主人跟血人之间没有存在这种通婚或者是产生后代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它存在这种殉人的有选择性的性别，应该算是有组织的一种方式，体现出它一定的身份和它的这个等级的区别吧。而且更重要一点啊，像石峁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目前也是全世界很少见的。血缘构成了权力的骨架，一个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在4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上已经运转自如。这不仅是一个王国的崛起，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明模式的诞生。主体人群是黄河流域为主，有少量的外来人群，但是对当地人群没有产生影响。这整个的这个遗传成分以及它的这种特点啊，是反映出了它这个石峁地区的这个主体人群是我们华夏族群形成的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基因密码证实，石峁的王权根植于黄土高原的本土血脉。但在一个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如何将这种权力转化为对广阔疆域的有效统治？答案就隐藏在由上百座卫星城编织而成的巨网之中。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龙山时代的白灰地面，很厚，对吧？一定程度上能反映
它所代表的这座房子的面积是比较大的。石峁的皇城台上也有类似的发现，然后这些打制的石器，可能是当时的石刃，它是复合工具，会加一个木头或者骨头的刀柄，做成一个刀一样的东西，有可能是加工肉食的，就是切肉用的。骨料上看到这个切割痕，非常整齐，这个就更有特点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切割的骨料，应该是牛骨。在皇城台顶上也有大型的房子，也有这些用石刃去做刀片的这种工具。另外呢，还有大量的和制骨手工业相关的一些遗物的发现。就这个地方现在老乡已经种上豆子了，但是4000年前它有房屋，有手工业，有人群的大量的活动。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石峁皇城台上也是这样子，也是有一个生产力非常大的手工业作坊在石峁皇城台顶上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陶柳沟居然也有类似的现象，这就说明我们的关于这些模式的提出是有它的道理的，是有它的实用性的。咱俩再往前走，那儿就一看就是个墙。是。脚下小心啊！你看这做的多好，这等于基本上没有受破坏嘛。护墙的这一块保存的特别的好。我们当年第一次看到皇城台护墙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就不敢相信这居然是4000多年前的墙。这完全是一个原生态。如果发掘一下、清理一下，将会和那个一样壮观。对，当然规模上可能和皇城台比起来要小，但结构基本是一致的。我们现在看到，一路走过来，就在陶柳沟这座石城里面。有个相对独立的台地，相当于陶柳沟城里面的皇城台，外围还有一圈石墙，把宫城所在的位置也给它护卫起来。等于他们选址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了地形地貌。是一样的，他一定要在城里面找一个相对独立的，相对看起来气势比较磅礴的这么一个自然的山包，在人为的去包砌石砌护墙，做成一个台城的一个模式，是非常明显的。刚才看到那边的应该能够围起来，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共同的一些行为模式共同的一些遗迹遗物都存在在2个遗址里面，而且都是在它的城里面最核心的位置上有，说明当时的一些社会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象呢，叫它石峁模式，把每一个城里面，特别是50万平米以上的比较大的城里面，有一个相对的独立台地，作为它城里面最核心的位置，把这种模式呢叫皇城台模式。这2种模式呢，在整个河套地区看来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复杂的精神文化系统，一套成熟的政治模式，上百座层级森严的卫星城，石峁无疑已经具备了一个早期国家的形态。那么，这个在黄土高原上率先成型的复杂社会，它在中华文明宏大的演进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是一轮新的朝阳。4000年前阳光照亮的，可是一座壮丽的城呀！是4000年前，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座辉煌巍峨的宫殿建筑，出土了这个神秘的口簧以及一个大型的石雕。我想呢，这些
比较少见的高等级的物质遗存，展示了石卯王国是一处集政治统治、宗教礼仪、军事管理于一体的一个史前王国。商周的青铜饕餮延续着石卯神面的威严，秦汉的巍峨宫阙依稀能够看见三重城垣的遗风。后世的传统礼制仍能找到石卯王国的文化基因，这应该就是文明的力量，奔流不息，从史前延续至今。石卯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源头，而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石卯，这座伫立在黄土高原上4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巅峰，是留给我们世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一座城看一种文明，石卯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一个生动注脚。